有独特的酱油香，还有蒜香味，还带了一点点微辣。这个汤头也太浓郁、太好喝了吧！嘿呦呦呦呦 Come on, everybody！ 我们今天来到鹿港，为什么要来鹿港啊？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一府二路三艋甲”？我觉得你可以正常讲完就好，因为我觉得你刚才没有任何的 tempo。哦 ，OK， 我来了，这边就是鹿港，好不好？天后宫相当的有名，它主要就是台湾的发展史啊，从哪边开始就是台南府鹿港跟我们的万华 Manga。那我们这次就要从鹿港出发去找美食，主要这次的主题不是简单的吃美食，有这个时钟，好不好？告诉大家，鹿港这边可以从早吃到晚，可以一日吃7餐。因为我们这样从8点半开始，搞不好可以这样一路吃到晚上12点，没有问题。好，我爸他真的就是安排一个。我跟你讲，我会怎么做呢？我就这边吃一口就交给他，那边喝一口就交给他。好，然后就这样走，满手都是。鹿港人的一日7餐，我们就要来彰化这边吃控骂东。吃下去的时候，我跟你讲不会腻，我就是觉得这种就是要吃肥的，那油脂的香跟那个甜味。这一家呢，就在这边很有名的米鸭肉米糕店。没错。光用闻的就可以闻到那个麻油跟那个姜去拌的时候的那个味道，炸鸡的味道啦，就是姜啦，哇，都是糖，都是糖啦。会发现那种香对啊，这的，个咬开。对，难怪大家来都要来点。重点是它就是一包只有4根，对啊，那超大根。因为它开到12点，而且真的是在地人才会来吃的。你做这才16呢？对，我们4根才10块。那今天刚好结婚，还没啊？妹妹，妹妹，排骨面害羞你害羞，妹妹来呀，送你一个定情之物啦。一日7餐好不好？我们现在第一餐早上大概9点吃早餐的时间，我们就要来彰化这边吃控骂崩。控骂崩就是他们在地特色的美食。早上吃控骂。对，没错，在中南部都是这样，甚至在台南就是牛肉汤嘛。这一家呢，就是号称彰化3大控骂补之一，它就是卖1到5啦，就假日可能比较不会开。就连放假日它都放假哦。你好，啊，你快没菜了。都卖完了？放开了，没有了。啊？没有了啦。没有啦。那控骂崩还有吗？有啊，哦，它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啦。它的酱色是漂亮的，不会说太深，但是它每个都会插一个竹签，然后很漂亮这样子。这个肥不会太油腻啊，那个肉也不会太柴，味道啦，小时候的味道。我几乎1个礼拜吃3、4天，因为它的肉煮到有入味，然后它的菜每样菜都炒得很香，很好吃。控肉啊，Q 弹有劲，对，然后都不会伤死姜，对，很入味。大概每个礼拜吧，我爸最爱的。怎么办？我看了都好想吃哦，尤其是这个小菜猪血炒猪血对啊是不是？咸仔汤是那个小颗的嘛？对。你们也太早了吧？哦，你就卖完就没有了，绝对不会再补。来，传他们。各位你在看，这个辣椒不得了。这是葱吗？都有。哇！啊，你们有炒过吗？没有，它新鲜的啦。就直接新鲜就放下去跟酱油。快试的啦。鹿港人的早餐也太澎湃了吧！跟着他们的脚步吃啊，早餐就是要吃这样，在这边就是这么样的切超，这么样的丰盛。我就是想要找这种，知道吗？就是这样串起来，然后他们上桌都会通常就这样放，然后简简单单的。然后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它的卤汁的颜色都是要再深一点的那种，但在这边啊，它的卤汁的颜色就是刚刚就是酱油的那种酱色的感觉。我个人很喜欢吃北菜肉。可能我们小时候在乡下，就是都会有这个东西，吃早餐的时候。来啦，在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要拿它一个荷包蛋，然后把它弄击破，对不对？是。噔噔噔噔，用很高的油温炸出来那种蛋，瞬间。对。所以外面你看，哇塞，哇，这真的很那种传统地道味道。我这个人哦，就是相当的怎么讲？接地气，讲好听是接地气，但讲难听就带不出门。我就是喜欢吃这种很接地气的东西，吃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我跟你讲不会腻。我就是觉得这种就是要吃肥的，那油脂的香跟那个甜味，而且重点是它瘦的咬下去的时候啊，
就像这边也有一点点，但这个肉虽然说你这样子看啊，你会觉得这个面，哎，它会不会好像没有什么浸泡的汁？它会硬硬干柴？我跟你讲，没有，它是呢，它竟然跟那个脂肪有一点接近的口感，而且它那个油脂啊，猪皮是用嘴巴抿，甚至你这样拉扯，它就化开了。这时候再加那个蛋黄，都不用配饭。哎，这个是满满的胶质哎，你直接吃得到的哎。哦，好好吃哦。但我反而觉得在这边呢，它这个有一点像我们有时候早餐在吃的时候啊，配的那种咸的那种算酱粉嘛，就是那种还有一点辣油在外面，但它的那个辣度跟油脂感啊不会那么重，反而是咬下去有点脆口的感觉。这时候拌上去的时候也是一绝，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主要就你知道不用点那么多，就这样子，然后这样配一整碗饭就可以了。它这个粉丝就是你知道自己做跟外面罐头的就是不一样，它这就是自己手工做的。哦，它辣椒嘞，你是辣椒达人。好好吃。对，加那个面，超级好吃的。就这样嘛，对不对？对，这个一大脸盆的那个鸡胸都卖，都送给客人，每天都弄完的。是哦。所以每天都新鲜的。而且这边 CP 值超高。这碗萝卜汤，满满的料。哇，还有这个猪皮，对，大猪皮，很多，你看，满满的料，你猜多少钱？顶多再便宜也是25了。回头看哇，10块钱。 10块钱呢！来吃吃看他们的排骨，鹿港人喜欢吃的排骨。而且我们刚刚现点，它现炸，那感觉上不是那种特厚的。哦。它属于那种软的，它的面皮只有这边是酥的，然后这边都是软嫩的。软一点的。它这个很简单，它基本上你只要撒一点白胡椒就可以吃了。啊，就是上面这样。那我来吃吃看这个鸡咖，肉也是嫩的。这只它就一直晃到我已经觉得很奇怪，它用一个哇，稍微要有点，它这个骨头关节的地方就散开。Q 啊，胶质多。天哪，它的粉丝真的就是咸香味是刚刚好，不会重咸，所以你要直接吃，你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咸。咬下去的时候，就是那层皮的那个油脂的那个甜度，然后在里面呢，就像你讲有胶质，然后你在吃骨头跟骨头中间又有筋，这时候又有一个筋的那种弧度在，就是要大力的这样扒饭。昨天本来出来会想说，这就要一日七餐，会不会太夸张了？没有想到他们的第一餐早餐就这么好吃，太突然羡慕鹿港。哎，好险有你们，真的带给大家那么好的美食。谢谢老板娘啊！谢谢，你在忙什么？你在忙什么？你在干嘛？那才不露白。这个是疗伤的时刻啦。我刚刚本来想要做一点温馨的感觉，就谢谢带美食，就在下面。哦，不会啊，不会。然后在那边不会。哎，它底下都有点抽鸡。他今天多少？今天2万嘛。我们刚刚在网络查到了这一家呢，就是在这边很有名的鸭肉米糕店。没错，啊，老板呢，他舅舅是中破塞，他就从小就看着他们这样子做菜，他心中就有一个梦，他要把这道菜发扬光大，而且刚好糯米呢，在这个彰化这边算是他们的一个故乡了，这边种很多糯米，所以他们都吃米制米，对米制品，所以就这样大排长龙，以餐车的形式，好不好？好多人住在鹿港是不会饿着的。好吃吗？这家？赞！啊，你们点心都会选这家吗？对。哦，最好吃的是什么？实实在在。哎，你们没有讲好哦。鸭肉饭实实在在，所以最好吃的是什么？鸭肉饭。对，鸭肉米糕。因为网络上这个餐车很红哦，真的哦。啊，你吃过了吗？就是传统的鸭肉油饭米糕，很好吃。你很好吃。那你是哪边的人？清水。清水哦，你算是专程来这里吃吗？也是一段距离呢。对，每个礼拜都会来吃。每个礼拜都会来吃。我从台中下来，真的假的？今天休假，然后特地骑车过来吃。特地骑车过来哦，起重机的。都非常好吃，因为真材实料，就是。因为它的料很多那个米糕里面那个肉只有1-2片少少的哦，然后它麻油香，对啊，我这样看好像就已经有，然后还有炒那个姜片嘛，对不对？都拌在里面，真的是真材实料哦。所以你差不多都是这个时间来吗？
多。所以早休假就会看说，哎，他在哪边，然后就哦，真的骑车出来，也算是跟着他跑就对了。对。哦，因为台中没有那么好吃的。哦，那你要看他讲哦，你不能看我讲哦。台中没有那么好吃。你看排队的人潮依旧还是满，甚至旁边啊都还有人哦，手上是拿着那一碗在吃。大家是边站着边吃，哎，真的分量不少了，而且真的鸭肉就像他说的，不像其他家只有1、2片，哎，它满满的都是哎。就是其实这一碗端上来啊，往里面看都是料，然后最棒了，我就是很期待它这个小黄瓜，我觉得这一定像传统排骨饭那种解腻的。哦，它这个是都属于粒粒分明的。就比较不像我们以前，比如说焖在里头，然后几口弄出来就是比较绵的。光用闻的就可以闻到那个麻油跟那个姜去拌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它其实到了尾韵之后，略带一点点姜的那种味道跟苦味。我觉得那个苦是它，好像我们在吃苦瓜一样，它不是你干，就是你不会觉得讨厌的那种苦。所以果然真的是太夸张了。它鸭也不是说给你一小块，还是带大块，甚至这种还有脂肪的哦，而且是就是这样剥开，通通都有呢。看看我的，对啊，满满的啊，这么多，你看我的，真材实料。我只能说，鹿港人很有口福。他是不是暗恋我？老板，不然我怎么那么多？老板，你有女朋友吗？有。哦，对，是骗人。真的啊？为什么我的鸭肉这么多？你暗恋我对不对？被发现。难怪这么好吃。你好娇羞哦，好可爱！你以前谈恋爱是这样吗？它这个汤是什么汤？这是硬瓜香菇鸡汤。硬瓜香菇鸡汤，传统的味道。哦，那这都是跟你跟舅舅学的吗？哎，这是我跟我外婆。哦，就是从以前就从小喝到大的味道。所以你这每一个汤啊都这么大碗，然后都会有附一个鸡翅啊。对，这是大鸡翅。哦，对啊，你有选过的？对，跟那个鸡肉汤选过的。它这个汤酱要煮多久啊？从早上7点多就起来熬到大概10点。哦，它这种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怎么讲，像那种硬龟啊、硬西瓜棉啊那种有腌制的时候，你去煮出来，它就是会有这种酱香味，但是它又不会死咸。然后就是会有个酱香味的时候，因为它鸡肉它这样子控，又会有一种鸡肉的甜度在里面。其实还没吃肉的时候就有那种鸡汤感，真的很像那种我们在吃人家板豆的感觉。哦。吃到地中东菜秋肉菜的话，中餐这个时间呢，选择这一家就对了。你看，道地的台菜，在中午时段依旧就是坐得满满的人潮。大哥你们好，你们是在地的吗？对。啊，你们中餐都会来这边吃饭吗？有空的。有空哦，有空的话就会来。原来你们是在地吗？啊，你们中午都会来这边吃吗？有。是哦，最喜欢吃哪道菜？最喜欢这一道。哦，最喜欢这道。对。地方应该到处都有吧？就是这样子啦。哎，吃中餐就这么多大菜。对啊，而且这边全部都是取自彰化这边特色的一些美食的材料。这个我是第一次看到。哎，一般我们的吃的是gamla，但它是用蛤蟆去做的。你gamla放在温水里头，慢慢的，你让它就自然死亡。就是这样泡着它。但是蛤蟆不行，蛤蟆是有个性的哦。对。你温水，如果你这样直接像做拉拉的方式，它是会吸住，它是不会，我不要放肉进来，你这样子你不能进来哦，你不能进来，它必须要急速冷冻，就等于它时间要抓更长。对，1个礼拜的时间，它才有办法腌制这一道。各位，他们选用蛤蟆。你看它有多大颗！哇，好饱满哦！刚打开之后，它其实还像新鲜的那种刚煮火锅的时候，它一剥开，它不知道里面都还会有一颗还没爆开嘛，那是它的鲜味。在这里面你同样吃得到，但是它已经满满的浸满那个
酱油、辣椒、蒜头，还有柠檬。最传统的那种酱油辣椒味道完全是吸到里面，但你在吃的时候，它还多了一股鲜味，海鲜的那个味道，舒服啦。然后再来菜就这么厉害，在地的鲜科，因为它就是最新鲜的嘛。然后刚好每颗都很大颗，直接就是给你吃最新鲜，不会去过多的调味，就是对他们自己的食材有信心嘛，才会这样子。漂亮的色泽，完全没有腥味耶。因为说它吃下去，它就是新鲜的，所以它每一颗都还是饱满的。然后咬下去之后，它的确还有在，就像你在吃生蚝的时候，你在海边直接把那壳打开，这样子吃下去的时候，它那个咸度跟甜度都还在。但这时候再加一点这个蒜蓉酱油膏，哦，多了一点点那种甜甜，然后有点蒜的那种辛辣感。如果你想要呛辣一点，也可以沾一点 wasabi。每颗都大颗的，那你10块钱都那么都大颗的啦，对啊。来，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功夫菜了，好不好？香酥鸭。他说他们有用那个自己的卤汁，各自的卤汁先卤过，上桌前可能再用热油下去淋那样子。这边呢，我误会你了。正点，我们到了全彰化唯一一间有认证奢华饭店，你知道没有？我觉得最特别是这里啊，它的和式，而且他们很棒哦，他们有就是用日式的和服当那个浴袍，但是融入了鹿港文化，你看。好香哦！闻到了，炸鸡的味道啦，别加啦，恭喜啦！因为我跟你讲，它的地瓜好像听说一包里面好像就没有几根嘛，对不对？4根是，但是它一根这么大一根。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功夫菜了，好不好？香酥鸭，哇，看起来不错，哇！正点，然后里面已经是有味道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加粉，不用加胡椒粉和。不厉害的是，它这个下面的口感怎么让我瞬间刚刚有一种错觉，好像在吃鸡肉。对啊，它那嫩到一个很厉害了。它的那个卤进去的味道，不是你一吃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吃一个腌制很入味的那个肉质的感觉，它反而是淡淡的一点味道，然后主要是它的肉质很嫩，而且充满了油脂，所以吃下去的时候在嘴巴里面你就觉得幸福感是满满，然后再加上这个皮啊炸过，它这个吃下去就是又有微透光这样子，哎呦，油脂在嘴巴里面超香的耶。它这样吃起来不像鸭肉，因为有时候我们吃鸭肉最害怕就是它不够油脂，然后有点柴。但这个完全不会。对啊，充满了肉汁啊！哎，我觉得这个合适来这边必点哦。你可以带家人一起来玩的时候，就很适合来这种吃这种猪肉才甚至中破塞的手艺。一撕下就下来了。乌鱼子炒饭，乌鱼子炒饭啊，也是他们就是在地的乌鱼子。我跟你讲哦，它这个炒饭很稀有，是因为你看一夹起来的时候啊，它乌鱼子馅这样，我刚刚一上来我还以为是切那种火腿蛋炒饭。老板娘刚刚特别有讲，因为乌鱼子通常你都会一大片嘛，然后配蒜苗啊，或者配水梨啊、苹果啊，就增加它的水分。就在里面炒的时候，它就已经也把苹果切成苹果丁，所以在光吃那个炒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乌鱼子的油脂香取代一般那种火腿的油脂香。然后这样下去的时候啊，粒粒分明的有没有？蛋香味的感觉，胡椒也是加非常的多，就觉得哦，这个炒饭是带有一点海味的炒饭。我忘记这个叫什么？梅干菜。哦，梅干菜做的好。对，他说上面有梅干菜，然后多一点梅干菜，梅干菜给它很多，然后炸在这个痛把上面，一口给它咬下去，哦，彰化真的是幸福。肥肉跟瘦肉分配的刚好。老板娘说升级版的白菜蟹肉羹，他说一般再高档一点也会放一些特殊的海鲜，但是这边他们就是用这个新鲜的蟹脚肉加狮子头，好像白菜骨的感觉，还有点蛋酥铺在上面，这感觉就是一个功夫菜。碰了很久之后啊，里面啊白菜你看都已经煮成这样糯糯的。因为彰化人好像就很喜欢喝羹汤类，所以他们都会做的这样子稍微不是那么的像。可是我觉得这个味道跟那个好像，佛跳墙吗？就是没有藕啊的啊，就看起来汤会比较清澈。但你看它的这个狮子头这个绞肉，
里面这一样有加碧琪，给你一点特殊的口感，然后咬下去也是桑桑的感觉。中午就要吃的像皇帝一样。哦，吃饭皇帝饭。然后你中午有时间可以去把它消化完，然后晚上再吃别的。而且像满满的多可惜的海鲜，通通都有，甚至有这个沙梭鱼。今天是我们运气好吃到这么大只的，平常是只有大概一半哦，都是传统的菜色，所以想要体验这种中后山区落产的朋友，来这边就对了。来哦！刹车在这里，是手刹车的，哎，到了！来，我们到了全彰化唯一一间有认证奢华饭店，你看到没有？没错，唯一一间哦，全彰化唯一一间哦。对，然后我们这个，我们这台三轮车也是有挂牌的哦，是合法的哦。对啊，在路口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三轮车载客人。你知道这个是刹车？对啊，手刹车啊。对，用脚去撸啦。用脚去撸，我会先阿鲁巴吧。我脚固定，然后看我会先受伤。我家只有我一个男生，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住这栋啊，非常好看。你看，服务做好，我们人到，门就打开了。然后他们这边呢，你看1楼的感觉就给你很明亮，而且好像在后面还有一个小沙坑。就是蛮亲子的，然后这一层楼也蛮特别，就是让大家咖啡喝到饱。哦，很棒哎，好适合商务人士啊，或者是你来这边谈个事情啊，然后或者是小朋友在那边玩沙，爸爸妈妈坐在这里喝喝咖啡。而且 check in 一进来的时候，可能你在整理行李忙的时候，就可以在那边喝咖啡休息一下。这边就可以看到沙坑。你好，这边是您的房间。好，谢谢。好哟，还有亲切感哦。好哦。天空明亮，舒服，自然采光的感觉，木头色系让你觉得有温暖的感觉，还蛮日式的啊，就有个那个坐垫在这儿。对啊，然后有一个盆栽摆饰，采光也不错。然后它这边有一些这种暖色系的灯光，旁边也摆了一些这种鹿港风情的一些小照片。这是鹿港文化的意思。对啊，融合在地的特色啦，小奢华从这里开始，好不好？哇塞，哇，其实蛮日式的啊。舒服哎，可爱哟，空间感很大呢。那我们这以前那种小小的竹篓哦，这是什么？牛舌饼，真的耶，很厚哎，哇，好多哦，他给的那个点心超多的，而且都是有结合在地的特色在它的点心里头。米德混呐，米德混好可爱哦。彰化鹿港这边的特色，然后房间的感觉，尤其它的床特别的大。这是 king size， 有点宽到就是一家5口也可以的那种感觉。可以，如果4个大人可以，4个大人一家5口，好像有点奇怪。但是就睡起来就是舒服，一样跟那走廊一样的那种木头色系的光。对，我觉得最特别是这里啊，它有个和室哦，日式风情啊，小和室的感觉啦。然后你可以坐在这边喝茶，坐在这里。然后它其实瞭望过去，因为鹿港其实庙很多，看下去都是庙的那个。这样看出去，这视野就很好，然后在这边放松的感觉。接下来又有 king size 的大床，这样，我们很少会，就是有摄影师会先坐床，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转床铺，床铺都被错过，你累了哈。那你要稍微等等看，看这床怎么样？你看你自己看，你这样看这个床这样有可爱漂亮吗？这是哦，那不然你分享一下这床坐起来感觉舒服啊？你看。带你们看大浴缸的，而且他们很棒哦，他们有就是用日式的和服当那个浴袍，但是融入了鹿港文化。你看，有3轮车，我们刚刚骑的，对，然后有很多的灯笼，他说这边灯笼，因为庙很多，所以灯笼也很多。他们把这所有跟鹿港有的东西都绣制在这个浴袍上面，等于是说他把鹿港这边的文化精神，不只是刚刚走廊呈现给你，连一些小东西也有，备品包啊，连备品呢都是用这个袋子装。只是不晓得这个袋子是不是可以拿回去让大家带回去？我也不知道，多了一个漱口袋。而且刚刚 B 卡的时候，然后这样一讲，我才发现它连房卡也是有融合这样的精神，灯笼啊这些，他们等于把这些文化都弄在一起。对啊，卫生纸的包装都自己特别的多，很贴心呢，很棒。对啊，感觉很好，然后有个大浴缸这样的泡。这个也是哎。哦。所以他们其实花很多的钱在设计方面，很用心哎。而且小地方都有传达这个意象给大家。
们check in完之后就直接来这边下午茶。下午茶的时间了，好不好？来，各位，一样就看起来像英式的，可是它仔细一看哦，它是不一样的东西哦。是，请问是哪里不一样？第一就是我们是英式下午茶的概念。对。那第一层的话就是有我们的阿婆马吉，再来是郑玉珍的凤眼糕。因为它会叫凤眼糕，就是像以前的那个传统的东方人，他们是凤眼这样子。哦，刚其实我就想要知道，它这里面是绿豆吗？很酷哎。对，绿豆。对啊，很少知道马吉，你要么就是芝麻、花生、红豆。它这个绿豆是咬起来，它有点像你在喝绿豆汤，但是绿豆汤的那个绿豆没有煮的那么伤，它咬起来是有口感的，包在这马吉里面，然后外面充满了那个花生粉，对，然后那种绿豆的香味，哎，这个很厉害耶。有一些以上的名产呢，是我们要一早去排队，但现在就是不用排。对啊，饭店他们一早会有人去排，然后放在这儿给大家，就帮你准备好这样子。哎，那这3个是什么？这也是在下午茶里面吗？对，这里是这一组，就是有咸食跟甜食。这个是我们特制的永乐的小肉粽，然后再来是藕丸，藕丸是鹿港才有的，它是藕腔，里面是包肉的。好酷哦！也是很像肉包感呢，只是它就是外面是用那种芋头签、串签，然后裹一点粉这样子，然后加咸的，他们腌的这个卤肉在里头，那个蛮特别的。那芋头，那串签的口感是有的，那芋头香，很香。但你吃到里面的时候，它的卤肉啊，它卤起来的那个味道，好香哦，甚至连看到这内层啊。然后颜色都是充满了那种肉汁的那种卤汁的那个酱色在上面。另类霸王的意思。啊，好吃啊！有点鲜鲜的感觉。我这个肉粽也挺好的，口感很好。对啊，就聊到这里哦，很幸福。不用去排队跟人家挤来挤去。对啊。你看，哇，这你们自己卤的控麻吧，3层的花生粉加这个新鲜的酸菜。哦，新鲜的酸菜难怪我吃起来觉得口感不一样。为什么有？炒过吧？炒过有吗？有。对啊，酸菜吃起来就是有炒过爆香的那种感觉。我咬下去之后，再3层肉咬下去，就是猪油会发光啊。就是一般的酸菜，我们吃到都是用腌制的，但这个不是。对。然后配上它这个外面这个正的他们这个馒头啊，你会觉得它的蓬松度更好。但它后面一直吃的时候，要吞下去的时候，那面团的那个牛奶的香气就慢慢跑出来了。但是蛮有巧思的。我们现在要去坐着这个可爱的电动载客车，一起去逛一下鹿港这边有什么好玩的知名景点。你有去过母乳巷吗？不是这个问题啦，不是你等下去就知道为什么叫母乳巷了。70公里不对，可能70公分。70公分。哦，好，有看到这条这样子哈。对。那边还是啊。你这边要撞到了是吗？你刚刚要撞到。我刚刚的意思是，他过去连我都没有擦碰到。好像。它是君子巷，所以男生走过去要这样子走。所以你们如果来摸乳巷，你们往这边看，有些这边都有刮。我开玩笑，乱讲的啦。不是，但是如果真的很有胸的人，也不可能碰得到吧？这样多大？可是他那边可能有更窄的啊。不然你看摄影师他们就不行啊。你们2个走，哎，你走。你看我们都不行，你们两个过来看，有办法吗？你们2个正面的来。磨到了，你看磨到了，是我们太瘦，尴尬。你走，一起走。你们这不行，你们可以边走边聊天吗？最近怎么样？我这会卡，对啦，是人的问题啦。哈，这里好，我们鸡都是在。好香哦！闻到了，对，炸鸡的味道啦，就是加啦，哇，东西郎啦。今天还比较少嘞，真的？对，今天还比较少人。你好，这是本地人吗？这个是你们彰化的小点心吗？鹿港人小点心，真的哦？这是地瓜吗？对吧？地瓜切片，然后炸地瓜，就还有那种传统的炸地瓜片。哦，整块的，切一条角的。这家是不是每次都会大排长龙？
每天都大排长龙，平时也是哦。假日更多。那今天算少的吗？今天算少。今天算少，运气很好嘞。啊，你们也是在店吗？所以这也是都是你们的点心。是。你们就是只要到想要吃小东西，嘴馋就会想要吃这个。哦，你最喜欢吃什么？地瓜是吗？你也是。你喜欢吃鸡排？听起来大家都喜欢吃地瓜，所以我们要必点的是地瓜。因为我跟你讲，它的地瓜好像听说一包里面好像就没有几根嘛，对不对？4根是不是？但是它一根这么大一根。哦。因为它是直接一个地瓜，好像就给你直接4等份，这样就是1颗了。撒满的那种辣椒粉，喜欢吃辣的朋友就会撒这么多，就会很过瘾。然后配上这个色泽，就好像火山鸡排一样，过瘾又香。台湾系创作拉面，就是台湾口味哦。哦，拉面也要自烧。哇！盛出了刚好一层油脂，这样子，哔哔啵啵，哔哔啵啵。所以我们要必点的是地瓜，因为我跟你讲，它的地瓜好像听说一包里面好像就没有几根嘛，对不对？4根是不是？但是它一根这么大一根，哦，直接一根地瓜，然后就给你直接4等份，这样就是1颗了。他有没有人在你前面，然后把你想买的买掉？真的很香哦。3个。老板，那个地瓜帮我先全包了，我只是想要一个提早买到的快感。来了！你这个鸡排比我脸还大。对呀。你可以盖住我的。哎，好大只哦！你看排队依旧是满，人潮越来越多，今天还是算少的了，好不好？这是他们说一定要吃的地瓜。没错。对。大家想到甘梅薯条，通常都会比较切比较小，但它的完全就是直接它的梅子粉很好吃哎，地瓜是那种桑的。对啊，这样咬开。对。然后皮炸的很脆，梅子粉也很好吃，难怪大家来都要来点。重点是它就是一包只有4根。对啊。那超大根。所以它在这边也不是叫炸地瓜，是叫甘梅薯条，所以才会有人说，哎，为什么甘梅薯条里面只有4根，就拿出来一大根，这么大一根，好不好？而且我这样子看啊，光用看着就觉得它外面那皮眼，你知道它油温很高，所以它不会有油，就是那种摸起来都可能手都会油。没有。对啊，就吃也不会太油。但我觉得沾梅子粉很好吃，解腻的那种感觉。对啊。那我就来吃这鸡排啦，你看，好好的啦，各位，而且这上面全部都是肉，他们特制的。它那个裹的粉其实也不算裹的粉，因为一般那种裹粉咬下去的时候啊，那个粉就像你炸鸡翅外面那一层皮，咬下去的时候会有那种像面包粉那种比较稍微也是会有点口感比较厚。但这个咬下去的时候，其实你这样看横切面，它几乎是没有在裹什么特别的那个粉在外面，它就扎扎实实给你这样子厚度的肉。所以就外面的鸡皮，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吗？不是鸡皮，它就是肉。哦。它本来就是一层肉而已。好脆哦。对啊，就是在这边看得出来的地方，就是炸的比较酥。鸡肉很嫩的。对啊，而且咬起来的时候口感就很好。撒满的那种辣椒粉，喜欢吃辣的朋友就会撒这么多，就会很过瘾。然后配上这个色泽，就好像火山鸡排一样，特辣的感觉，过瘾又香。我这是三角骨，三角骨到底是什么？它应该是鸡架骨比较后面那个地方啊，就是这样啊，剥开它其实就是鸡架骨那样子，你看它，所以它才会有三角形这个样子。这个东西我深深觉得，它适合下酒。它肉没有想象的多，但主要就是在啃它。它啃那个骨头，我觉得有点疗愈哎。啊，这样撕开来，我也算蛮好咬的，因为一咬之后肉就下来。我觉得五谷咸酥鸡跟这个我会选这个。对啊，啃起来更好吃啊。像我们在啃鸭翅一样，它其实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的。哦，应该是它不容易让你得到。哦，在征服它的过程。所以如果有那种征服欲望的朋友，就可以来挑战这一家。因为光它排队的时间就要挑战你的耐心，因为你买到了，你才可以征服它。但光这个人潮，你可能就已经等到来不及。一日西餐嘛，刚好这个时间晚餐时间，
没有，我现在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一面还是一样，这一面，这一面就是保留，因为它就是呈现比较鹿港啊那种勾扎米的那种感觉，像以前的干妈店，你看里面的收藏，那老板的收藏很棒，脚踏车啊，甚至以前的铜腕啊、电视机、行李箱啊，通通都有。好像我们小时候哦，我的小时候啦，我的小时候确实是这样。就干妈店嘛，然后它还有不同的风格，像干妈店啊、跟药局啊，还有个机车行。然后接着呢，现在就是弄成这样子，很简洁的色系，这感觉上很冲突，因为你一进来会觉得好像是喝咖啡的地方，或者吃蛋糕的地方，结果他在卖拉面，就是他就给你感觉就是好像时空错乱，但是除了这样之后，他在美食上面也是有一点他的小巧思。至少对，你说咸猪肉的部分吗？对。有油花。哇塞！咸猪肉刚好那层油脂这样子，比啵啵，好香哦。来，你什么口味？我这个是那个有水果入鸡白汤的那个，佛利蒙蛤蜊鸡白汤。然后你再这样炙烧的时候，这个咸猪肉，你看它喷枪喷过之后的话，油脂油亮的，对不对？所以它的鸡白汤又加了蛤蜊，天哪，小 baby 都想吃了，够香哎！我本来以为咸猪肉放在汤里面会软的，就没有。我觉得我那水果味很重在咸猪肉的下层那边。有可能。对啊，因为是咸猪肉这样子，然后细面，然后满满的蛤蜊，然后它因为它是鸡白汤的汤底，然后鸡汤啊，当然加蛤蜊都会更好喝。然后它又加了水果，所以现在是加这个柳橙吧？对。现在是佛利蒙哇，这是清爽系的啦。对，老板很厉害呢，女生蛮喜欢的。它这个柑橘的味道非常的偏重一点，但是你在喝下去的时候，一开始的香气是柑橘水果的味道，后面的时候蛤蜊慢慢有出来，相较鸡汤反而是它属于比较稳重、沉稳一点的，就是在后面像老大哥这样子你们小弟去出头没关系，我在后面坐镇的那种感觉。我愿意当基底这样子。对。你那个是清淡的，我这是浓烈的。我这是剥皮辣椒鸡。它看起来是很，就是你知道像清汤，但是喝起来是超级无比浓郁。剥皮，然后带点辣，好像是他们自己腌的。对，我们自己腌制的。认真。哇，那你们自己做好多事哎。因为我刚刚看你那个好像剥皮辣椒，它还有那个像硬瓜，是不是啊？有一个是凤梨，腌制凤梨。对它可能是因为这个让它味道又更浓厚一点就不会那么样的死咸啊。对啊。我必须跟老板道歉，因为我原本以为这种就是开起来很像网美的店啊，就应该是吃气氛的。但我现在吃了这个拉面，我真的觉得我错了。他们是很用心在做每一碗拉面，然后跟每一样食材。而且我刚刚这样子再吃一吃喝的汤，再配上咸猪肉，哇，意料的大这碗汤我都意外了，因为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吃拉面，然后我那时候还，因为豆哥有跟我聊过，他说他那时候好像有踩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也要把台北的拉面都吃遍，结果大概吃10家就胖了大概3-4公斤，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拉面就是要走这种重口味的才过瘾，然后你在吸这个面条的时候，最后配一个冰开水，但今天喝到它这个比较偏清爽，现在水果口味的时候，反而打开了我另一片天呢，拉面的那片天。我就觉得这个越喝越爽，汤已经快，我已经快喝完了。那你想不想再开另外一片天？不会，还好我2片就够了。而且老板这边超有创意的，他这边还有这个剥皮辣椒的德式布丁，就是咸的剥皮辣椒，再加上那个布丁。你真的有点饱了它好这闻起来你知道吗？这闻起来很像那个杯子蛋糕，咸派啦。就好吃，咸甜甜的，哇，奶味很足，很像蘑菇派，但是又多了一点甜味，然后多了一个剥皮辣椒的味道。剥皮辣椒就是在你咬到它的那一刹那，它会给你一点辣度，提醒你说，我是剥皮辣椒我虽然在布丁里面。其实它这质地有点再偏湿一点的蒸蛋的那种感觉，布丁的那种感觉，咬下去很香呢。讲不到在鹿港这个地方啊，
已经发展了这么悠久的历史，还有这么多新潮的美食可以吃得到。加入本来以为来就是一些古色古香的东西，就没有想到有这么创意的吃法。对啊，谁想到剥皮辣椒居然可以做成甜点？我开始怀疑鹿港是个不夜城，我觉得比台北还热闹吧。这边就是他们的美食一级战区。其实在这边哦，其实你一整天的美食都有。然后这个就是鹿港的第一市场，很多好吃的大家都拍过。从早餐可以吃到夜宵。没错。然后现在要带你来吃就是这一家，因为它开到12点，而且真的是在地人才会来吃。不好意思，我有点中文不好，可以告诉我那一个字怎么念吗？开始，你怎样？因为这个字怎么念吗？走，然后一个意，那怎么念？蛋哦，这个字念蛋，这是蛋仔面的蛋的意思吗？那你吃很久了吗？这家10几年了哦。只要宵夜就会想来买它吗？对。这家吃很久了吗？对。是不是你们在地的宵夜首选？应该是，也都算是对不对？晚餐吃到宵夜都可以。世华有点像。老板娘，你好，我好奇那个字怎么念啊？所以念切哦，切，就是你在弄面的那个声音，就是切。这边哦，就是那个康熙字典叫康熙字典才有，一般的字典都没有。那我有一个问题啦，你这款纱是不是都没有换过？因为我看好像很多人都说要找这个甜甜的。怎么没换过？我买5条。你买5条哦？对，天天换这样子。对，然后都是穿这一件啊。哦，这是你的加牌衣服就对了。他现在到第3代了吧？阿姨应该是第2代。好像我比较常点那个干面，那干面也点肉手有无？嘿，那它的肉手其实很香，然后会淡薄啊肥吧在内底，对，很入味。然后另外还可以点它的骨拉巴汤，它的骨拉巴汤很清甜。像我也还蛮常点猪心汤的，然后它的小菜很多。就是它不只有主食，它的小菜还有 OB 菜也很多。第5代的已经来做了。第5代，这个第5代就要。你以后会做这个吗？哦，你现在也会吗？他穿制服哎。哎呀，他都有那个啦，一人来个水花到古装。哦。这个第4代。那今天刚有结婚？你有。缺女婿吗？来，妹，单身。妹。一下，不是看着你要害羞了。姐妹来了，送你一个定情之物了。没有人送钟的，我送钟拍一下，送钟不好，开始，然后身上也没什么东西。哦，开始。老板娘，你建议我们等一下吃你这边的什么？好，我要有切那个我们古早味的半强冷色素嘞，还有肠子、猪脚，这就是我们的招牌。哦，进来已经卖快要完了，4点半来，已经快要完了。然后你知道吗？这样一碗才卖50块。哦哟，很划算。对啊，然后这小菜这3盘都是50，只有这一盘是100，我就直接搬来鹿港了。鹿港人最喜欢早餐是喝丸子汤，他丸子汤也才15块。对。阿姨，你们的丸子汤里面有什么？就是这个。 4个虾丸，4个虾丸跟肉丸。对。他说，阿姨说这些全部都他们自己做，连这个丸子都自己做。好厉害哦！都自己做。你说你几点摆档？4点半。4点半，所以你每天早上8点就要起来忙。对，要忙这些。然后你又卖到宵夜。12点半。哦。1点半。我啦，1点半1点半是你们要收，你的阿祖已经回去睡觉了。你这个面条很特别。我不能无参与手，无什么会哦，不能这边。真正哎，而且你就是这样子用猪大骨的汤，然后上面再弄那个肉燥，就像放肉干的也是这样吗？就只是没有汤，然后放你们自己的肉燥这样下去。对。哦，其实我觉得单喝这个汤啊。 跟单吃这样米粉吸起来的时候，它可以那个卤汁的咸香味就已经很够了，而且它那个辣手啊，刚刚铺在上面那个肉燥也是给的很多，然后都是猪脚肉，你要拌一拌在吃的时候啊，让我比较省一点。如果月底的时候，你其实点这个50块就什么都有，它有米粉有汤，也有肉块，对，吃起来其实就很饱了。对，我个人觉得它回甘的那种感觉蛮舒服的。哦，你这个虾丸虾味很浓哎。然后有一颗咬下去，
好虾在里面哦，自己做的。对啊，对，你都真材实料呢。对，我们4颗才10块。哇，4颗才10块。我一定要吃看这个鸡卷，湿的，如此的特别。这些个5颗。哎呦，这个这种他知道吃的也很多啊。还有根本不用弄酱油膏了啦，味道很足，很棒哎，你那个酱油的味道很香哎，咸甜咸甜的。我们4颗才10块。哇4颗才10块。还是你小时候算数学不太好？你这样有赚钱吗？鼓励豆香啦。他就是图一个可以把小孩养大，这样子也好几代了。对啊。对。 5代的，这个5代的。哎呀，厉害呢！刚问他说：“妹妹，那他说这是第5代。”我说：“那你要做这个吗？”我要。那你自己觉得最厉害的是哪一个？这个吗？这个是粉肠吗？算粉肠吗？小肠。小肠。啊，四菜汤里面的是不是比较白？它就没有卤。哦。对，然后但是你看老板这样子卤，他每天早上卤，他甚至说再晚一点，宵夜的时候你如果再晚一点，这些没有了，都没啦。哎呀，这个是他特别留给我们的，是不是？很特别。根本不用弄酱油膏了啦，味道很足，很棒了嘞！你那个酱油的味道很香哎，咸甜咸甜的。这种他知道吃这个很多啊。 我觉得看起来是那种 Q 的那一种，对，就是有嚼劲的那一种。它皮咬起来哦，它有一点 Q 度，冰冰凉凉的，反而吃下去的时候比较不会给你那种油腻感那么多。然后，但是它冰冰凉 QQ 的时候，有点在吃那种开胃小菜的感觉，甚至有点像那种猪油冻那种感觉。瘦肉这咬下去，也不会干硬，然后这样配下去很香。有点像腱子肉。 我一定要吃看这个鸡卷，湿的，如此的特别，而跟我们一般吃的鸡卷是不一样的。因为鸡卷其实每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甚至有些人还说他们虽然叫叠更，但有时候以前在传统的那个年代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剩下的菜，他给它包起来的，所以有些可能还会加荸荠啊，有些加鸡肉，对，我吃到就是有荸荠，甚至有些地方是没有鸡肉的，但它也叫叠更。大家这边吃它就是有点像藕类那样子，像这是鱼酱还是什么是 QQ 的。 然后因为它是也先炸，或者泡在汤里面，所以外面吃下去的时候啊，就不会咬起来油腻感那么重，很舒服的。有一种这洗了个5颗，很便宜，这条狗颗。哎呦，这是哦。我真的蛮建议大家来鹿港玩。你看，我们就在饭店，我们住店的饭点的周围这样吃一圈，一天的7餐全部都有了。对啊，而且我们的地理位置是最好的。所以来到这边呢，所有的美食几乎都可以说是铜板价，然后又吃得到最古早、最在地的味道。还可以看到年轻的阿祖。对啊，现在讲到那个彰化鹿港啊，大家都不想到天后宫，都想到它他是这边的吉祥物。对啊，这个一点一点的，对不对？